大家好，今天要回到14年前的街拍时代，用的不是什么旗舰相机，而是这一台传奇的 iPhone 4S。那今天一整天的拍摄下来，它会是炸裂的呢，还是会崩溃呢？那我们今天就来实测看看。一台在2011年轰动全球的手机 iPhone 4S， 它搭载了800万画素镜头，光圈 f2.4， 支援 1080p 录影，当时可是旗舰级规格。很多手机还停留在500万画素时，苹果直接拉到800万，画质跃升一大步。打开相机界面，你会发现简单到不行，没有夜间模式，没有 AI 修图，只有拍照和录影。对焦用手点萤幕，亮度靠系统自动调整。今天看来阳春，但在当时，这样的操作就是革命性的设计。因为人人都能轻松拍照，随手分享到 Facebook 或 Instagram。白天带着 iPhone 4S 走在街头，第一感觉其实比想象中好。拍下来的照片，中心细节还算清楚。建筑物的线条、招牌文字都能看见，不至于一片模糊。以14年前的手机来说，这样的水准算是及格。颜色更是它的亮点。iPhone 4S 的调色风格非常讨喜，天空会被渲染成鲜艳的蓝色，树叶则是浓浓的绿，看起来活力满满。这种照片一放到社群平台，就能马上抓住眼球。因为在2011年，人们刚开始用手机拍照，大家要的不是专业感，而是亮眼、即拍即传。在这点上 ，iPhone 4S 完全击中需求。不过，一旦你把照片放大看，缺陷立刻浮现，解析度不足，细节马上崩掉。尤其是边缘锐利度大幅下降，远处的树叶从整片绿色变成模糊一团。在遇到逆光场景 ，iPhone 4S 几乎招架不住，天空直接爆白，暗部完全黑掉，动态范围相当有限。这在今天看来当然不及格，但回放2011年已经算是超前表现。至于拍摄体验，也能感受到时代差异。现在手机几乎都是秒对焦，一抬手就完成，但 iPhone 4S 明显慢了一拍。当你对准移动的人群，它需要大约1秒钟才能稳定。这短短的1秒，街头瞬间就可能错过。虽然还能拍到，但那种卡的感觉，让你很清楚意识到这是10几年前的产品。总结来说 ，iPhone 4S 在日拍上不算炸裂，但也没有完全崩溃。它能缴出可看的照片，而且氛围到位。如果你只是想随手记录，它完全能胜任。但若要和今天的旗舰机比，差距当然很大。接着我用 iPhone 4S 拍人像，这里就是它的劣势了，因为它没有今天的人像模式，也没有景深模拟，一切全靠镜头，结果就是背景完全不会虚化，整张照片前后都是同样清晰，看起来更像是一张记录照，而不是专业人像作品。但话说回来，这种原始感也不是完全的缺点，因为没有演算法参与，所以不会出现背景切错、头发虚化失败的情况。照片看起来虽然朴实，但自然干净。这种真实不加修饰的风格，有时反而更迷人。
再说街拍氛围 ，iPhone 4S 的画面柔柔的，锐利度不高，色彩偏暖，会让人联想到10几年前的小型数位相机，那种有点糊、有点暖的照片，不会每个细节都精准，但却充满怀旧感，就像你翻出10几年前的相簿，照片也许不完美，但能勾起当时的情绪。不过，如果要用来拍人像特写，它的弱点就很明显，解析度有限，脸部细节放大会糊掉，光线不足时噪点更是明显。和今天随便一支中阶手机相比，差距非常大。所以我会说， iPhone 4S 的人像拍摄不是靠锐利细节取胜，而是靠氛围感。它拍不出皮肤纹理的细致感，却能留下朋友最真实的笑容，这种诚实记录反而别有味道。总结今天一整天的街拍，那 iPhone 4S 的表现，它炸裂也不是，那崩溃也不是，使用它很累，但也很有趣。虽然它画质比不上现在的手机，但它教我回到最原始的街拍感受，抓住光影，捕捉瞬间，享受拍照整个过程。那如果你喜欢复古，喜欢挑战，那这支14年前的 iPhone 4S绝对值得试试看。